叫林田，农业大学毕业，本来是准备回老家躺平种地的，谁知我妹林苗苗突然查出怪病，急需20万手术费。走投无路时，我看到一份招聘无人区送外卖，一单5万块，还是日结。为了救我妹，我立刻报了名。5万一单日结，只要我跑够4单，苗苗就能做手术。箱子里是特制除藻剂，你的任务是把它交到死亡之海沙地那株枯萎的沙萁根部。交完就算送达，立刻返回。正午12点出发，日落前回不来就算人死了，单子也作废。哥，不想死就看清楚。第一条，外卖派送开始时间为正午12点，必须在日落前返回。第2条，如果听到沙漠里传来呼救声，千万不要回头，那是食人花在捕猎。第3条，如果感觉地面有规律的在震动，请立刻弃车爬高。地下是堪比绞肉机的地莽藤。第4条，如果听到密集的沙沙声，但并没有起风，请立刻找掩体趴下。那是千针索在开针。第5条，如果看到有同行向你贩卖水果，立刻撵过去，别看脸，也别吃他递过来的水果，因为那是鬼面果。这到底送的是外卖还是命？不管了，为了苗苗，这趟外卖我必须送。这无人区也没传说中那么可怕嘛。这趟5万块的外卖还挺好送。Go！ 您已到达目的地死亡之海。这里太安静了，简直安静的不正常。这地底下是个活物。哥，我饿。这是苗苗的声音，不对，守则第2条，如果沙漠里有人呼救，千万不要回头，那是食人花在捕猎，假的，都是幻觉。苗苗在重症监护室，这鬼东西在模拟他的声音。哥，救救我，我好痛啊！哥，你带吃的来了吗？这是食人花的地下捕食舱。林田，冷静。装什么怪物？你不就是个大号捕蝇仓吗？植物的捕猎动作只能靠细胞的膨压来驱动，夹人全靠内部水分冲压。只要剪断你这根输水的猪筋，你连嘴都闭不上。干！给我断！外卖送到了，记得给好评。搞了半天，你本体只是一朵清纯无害的小白花啊！这鬼东西想把我当成新的宿主，我不能排斥，那就强行共生。这是食人花的异能，难道说
只要收服了这些植物，就能吸收它们的力量。那个送命的新手，估计连骨头渣子都被怪物消化完了吧？死亡之海那种地方，我开着装甲车都不敢轻易靠近。他骑个破摩托，纯属找死。除草剂交了，这食人花长在沙泽枝上，我顺手拔了。外卖已送达，结账5万。兄弟，死亡之海可是连装甲车都能吞的地方，那儿的食人花更是 A 级变异植物。你拿朵路边捡的破野花就说是食人花，想钱想疯了吧？这不可能，这植物纤维的基因形态是核心污染区才会出现的 A 级变异植物食人花，但现在仪器显示它的污染指数为0。你不仅收服了它，还彻底清除了污染源，你怎么做到的？切断输水时间，灌了除草剂，寄生部分死了，本体活下来了而已。不可能！我昨天被那怪物绞掉1辆装甲车，折了3个兄弟，就凭你一个送外卖的新人，拿朵破白花说自己单杀了食人花，竟然拿这种野花来骗赏金，是把我死去的兄弟当玩笑开！我今天非废了你不可！食人花的嗜血荆棘，你竟然吸收了它的力量！我从不拿命开玩笑，我只拿我该拿的钱。我说结账。林田，既然你能吸收变异植物的力量，说明你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我手里有一个积压了很久的加急单，去核心污染区解决一株 S 级变异植物，一单佣金15万，你敢接吗？不用你去找了，他已经来了。救命啊！守则第3条，地面规律战斗，立刻弃车爬高。下面是堪比绞肉机的地蟒藤。可地蟒藤不是在无人区深处吗？怎么会跑到边缘驿站来？他吞了越野车，却没有进食的撕扯动作，而是像雷达一样在绕圈。这是植物典型的驱械性探根反应。他不是来猎食的，他是在找东西。驿站地下应该是有什么东西的浓度比核心区还高，把他给引过来了。林天，拉我上去！刚才多谢了，不过你也看到了，这怪物很强大，和食人花根本不是一个量级，连大口径子弹都打不穿它。它是完全物理免疫的 S 级变异植物，所以这一单接不接在你。一单加价为15万，还算数吗？当然，这是定金10万，订单送达后回驿站结剩下的尾款5万。不过我得提醒你，你那点异能还不够他塞牙缝的，这钱你有命拿，还得有命花。这单我接了，加上这15万，苗苗的手术费就凑够了。这单我必须送。幸好把实训时候的家伙都带来了，里面是最高浓度的特除草剂，还有地蟒藤物理免疫，你那把破剪刀对他来说就是挠痒子。物理免疫，那我就从细胞层面搞死你。
活着吗？兄弟，卖水果吗？守则第5条，如果有同行向你贩卖水果，立刻撵过去，别看脸，也别吃他递过来的水果，因为那是鬼面果。这是鬼面果的感染者。别吃，快滚！你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你是新来的，你要去哪里送外卖？刚才的声音是，他竟然用强酸强行压制寄生的速度。我要去给地莽藤送外卖。别去送了，早点回家，这是我的忠告。快逃！地下有一条发着绿光的河，所有变异的植物都在喝那个东西。在这个吃人的无人区，竟然还有人愿意为我这种将4只人浪费珍贵的水源。别往地下深处去，那里有一条发着绿光的暗河，地莽藤全是从那儿长出来的。这是什么？不知道，这是我从上一任七手的尸体上捡来的。据说所有变异植物都不敢靠近那片区域。你是个好人，拿着它，或许能活下来。如果能活着出去，告诉我女儿，她爸爸没有骗她，我真的给她挣够学费了。放心，我一定带到。这规律的震动是地莽藤，刚好外卖还没送到，你就主动找上门了。既然地莽藤的老巢在地下暗河，那这单外卖就得送到地下去。藤蔓深处有水流声，看来老沙说的是真的。高浓度致幻闪现，他在活体储藏猎物。救命！我在地下，他在吃我！走。我靠！我操！大口径子弹打不穿，那就试试 A 级食人花的穿透力。A 级变异对上 S 级变异实在不堪一击，这鬼东西的表皮简直像钢铁。喜欢吃外卖是吧？今天就喂饱你。不行，它的体量太大，驿站的筑草筑藻剂根本杀不了它，反而成了它的大补之物。那就给你加点猛料，让你领料一下农业大学的必修课：高纯度尿素颗粒500克，氯化镝粉末300克，加速急速溶解，形成饱和盐碱液。知道为什么盐碱地里长不出大树吗？因为外部浓度一旦超标，你体内的水分就会被反向抽干，这在农业上叫烧干。干，给我碎！
卖虽然是用砸的，但好歹客户签收了，15万到手。糟了，高兴得太早，刚才烧掉的只是主根、地蟒藤，还有母猪。据说所有变异植物都不敢靠近那片区域。这鬼地方还能捡漏，连老天爷都不收我！哈哈哈。这根本不是人类能抗衡的怪物！哥，给我加到顶！前方500米，就是地图上画着眼睛的地方。这就是地图上的那个眼睛。无人区深处竟然埋着这么庞大的古代遗迹，管不了那么多了。400米、300米、100米，就快到了。不好！出来呀！不好，在地蟒藤的降维打击下，这家伙开始装死了。苗苗，哥回不去。我还活着。他在发抖，这种 S 级的变异怪物竟然在害怕。他害怕的不是我，他是怕我身后的东西。这是什么？力量涌上来了。这就是老沙地图上标记的终点古墓。这门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 S 级的地蟒藤吓成这样？往后退是必死的地狱，往前走是生死的盲潭。而我这人最喜欢开盲盒了。这就是神树，这也太牛逼了！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这么庞大的古墓空间，竟然藏着一棵活着的神树！这棵树到底是什么维度的力量，竟然能在瞬间修复人体细胞？地满藤真正的母猪就藏在那条地下暗河深处，只要母猪不足，它就会继续疯狂汲取地脉能量，发动灭城袭击。我还是得去地下暗河尽头，捣毁他的老巢。哼，想动沙城，要先问过我这个热心市民同不同意。该死，
地图上标记的暗河和这座古墓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我如果现在去暗河，根本来不及阻止那条母藤发疯。这树叶是在给我指引，这是快速通道。谢过了，神树。就是这里，老沙地图上画着红叉的地方。想吃我，你牙口不够硬。原来你这家伙就是引发沙城大地震的罪魁祸首。这家伙体量太大了，像这种 S 级变异母猪，硬砍根本没用。必须利用植物的顶端优势与内吸性向下传导，找到主牙，从内部瓦解它。之前的外卖你不爱吃，给你尝尝我为你特制的外卖。成功了！高浓度虫小鸡打进去，植物会本能的通过主管道把毒液排出来，一定不能让它吐出来。给我憋回去！这是地蟒藤的物理防御能力，地蟒藤木甲。我也有护甲了。不动了。林田成功了。S 级变异植物地蟒藤，外卖已送到，尾款5万，请结账。你做到了。钱够了，苗苗有救了。这要命的活儿，我再也不干了。快，小飞！医生，我妹怎么样了？林田，手术是成功保住了苗苗的命，但是什么？她体内的细胞仍在持续衰竭，而且速度没有减缓。化验结果显示，这是沙城环境里某种极其罕见的变异毒素引发的全身性衰竭。变异毒素怎么治？用最好的药，钱我来想办法。这不是钱的问题，只要沙城的生态环境一天不恢复正常，那种毒素就会无处不在。就算用最好的药，也是治标不治本。以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撑不过这个冬天。
你爸爸是个大英雄，他让我告诉你，他没骗你，他真的给你挣够学费了。不仅仅是苗苗，老沙拿命换来的学费根本救不了他女儿。在这个被毒素包裹的沙城里，没人能活下去。只要沙城的生态一天不恢复，大家都得死。光靠拼命赚钱根本没用。只要那些变异植物还在往空气和水里排毒，沙城的生态环境就无法恢复。就算做100次手术，苗苗和老沙的女儿也活不了。既然没人管，那我就一趟一趟送外卖，把这座城的变异毒瘤一个一个全部连根拔了。今夜好像能知道我在想什么，他是在为我指引下一个污染区。老板，给我拿最高浓度的硫酸铂和生回烯，要带防震包装的。苗苗，等哥回来。他身上居然有一股不属于无人区的神圣的草木气息。林田，记住，监控坏了，今天这里什么都没发生。江站长，看来你的秘密也不少啊。少废话，还接单吗？当然接，站长，专属单有吗？坐标：西北方向150公里，沙漠悬崖废墟。我帮你查一下是否有合适的订单。一份高危积压单，将高压通讯电池送达沙漠悬崖废墟的古驿塔。带着这个，保持联络。3天前，一支寻找纯净水源的科考队在那里离奇失联，信号彻底中断。这趟活儿九死一生。接了。找到你了。有狙击手，林田，低头！我勒个豆！大口径穿甲弹！我一个送外卖的，到底动了谁的蛋糕？居然派专业杀手来灭口！目标逃脱，启动备用方案，我亲自去清理这只老鼠。来得正好，哈哈哈哈哈！走你！不管你长在地上还是飘在天上，是树就得遵守植物的规矩。死路一条。清理完毕。想清理我，你还不够格！赌一把了，小哥，我给你催催数。
这可是最高纯度的脱落酸，好好享受吧。在化学刺激下，它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遭遇了致死级的极端干旱。为了保命，它会瞬间切断所有叶片的养分。看来林田又解决了一个。这就是收服千真松后的新能力，千真暗器，穿甲效果还不错。老鼠，你的好运到头了。装甲不错，可惜你只是个只会防守的靶子。小老鼠，在我的热成像下，你无处可逃。林田，别慌，我已经反向黑进了他的战术头盔中枢，截取了他的视野数据。现在，我就是你的眼睛。江站长，谢了，爆点吧。去死吧！3点钟方向，下蹲侧闪。12点钟方向有破绽，他的右肋装甲连接处。得嘞，系统入侵成功。该死，面罩系统居然被黑了！尝尝我的新招——千真暗器。墨风农业就是那个号称治沙龙头企业，全城最大的农业配环保公司，派杀手来杀我的，竟然是他们！清理掉那只送外卖的老鼠了吗？既然千真松没了，水下计划可以提前启动了。墨风农业表面上是治沙防风的明星企业，背地里居然是制造生态污染的罪魁祸首。水下计划又是什么？沙城唯一的水源就是地下水系，难道他们要对全城的自来水动手？赌一把。电池送到了，只要基站有电，救援队就能锁定你们的坐标。电池送到了，这群科考队员有救了。你能黑进那家伙的特制头盔，说明你根本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驿站站长。这个标志你绝对认识，墨风农业水下计划。我需要一个真相。这清澈的水质，沙城怎么可能还有这么纯净的水源？这是10年前沙城被重工业彻底污染前，绿洲湖里最后的一瓶纯净水。之后，湖水慢慢消失，绿洲也变成了沙漠。陈默这帮人其实一直在暗中偷排毒液，喂养变异植物，故意制造污染。只要沙城环境越来越恶劣，他们那个治沙产业链就能源源不断的赚钱。我的家人，我的家乡，全毁在他们这种吸血鬼手里。你隐藏身份潜伏在这里，就是为了查他们。我必须收集证据，揭开墨风农业的黑幕。我要让这片土地重新变回有绿水青草的家乡。为了救我妹，为了救沙城，这笔账我们一起跟墨风农业算到底。先看看他们这个水下计划的位置到底在哪里。给我1分钟，我来破解他的坐标数据。别吸气，有毒！抓到你了。这是什么？我猜这东西或许和墨风农业的水下计划有关。毒蝎通讯器里的加密坐标破解了，
坐标就在沙城地下一处隐秘的古代暗河遗迹。紧急插播，沙城突发大面积未知昏睡症，初步怀疑与城市自来水系统污染有关。这笑容和那地下迷宫里被挂在树上的外卖员一模一样。水下击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片暗河和地莽腾老巢的那条地下河是连通的同一水序，肯定也被某种变异植物霸占了。这种发光的孢子排进了地下水系，正在通过自来水管网给全城人投毒。守则更新，若空气中飘来蓝光孢子，请立刻屏息，如若吸入，你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幻觉。这种孢子可以致幻，昏睡的市民们应该都是陷在了幻觉里。既然知道病根在哪儿，这趟活必须干。我用站长权限伪造了一份极微订单，将高精度水下探测器送入暗河水下的沉船遗迹。有了这个单子，就算绿洲治理部查下来，你也是在执行公派任务。这单我接了，等着，我这就去端了这毒窝。原来这就是墨风农业往全城水管里下毒的老巢。我操，什么东西？这力量竟比地莽腾还要凶悍。干，给我破！想靠数量取胜，我陪你玩玩。来呀！不好，孢子浓度太高了，防不住。你发什么呆呀？快来陪我放风筝！苗苗，你病好了。居然敢拿苗苗来骗我！给我滚！让你尝尝高浓度波尔多液的味道。现在制造幻觉的能力归我了。分身术，如果用来迷惑敌人，这招绝对是神技。干得漂亮！墨风农业，隐秘的排污控制牌，苗苗体内的变异毒素根本不是什么天灾。沉默，那个在新闻里道貌岸然的赤杀英雄，这金属牌里是自毁装置的开关。没想到他们不仅要投毒，还随时准备炸船销毁证据。
想拉我陪葬，做梦！差点把老子交代在这儿，还好没白跑。这东西拿定了。踏实了，那些致幻真菌全是墨风农业养的，再用地下暗河通过自来水给全城消毒。陈默就是害苗苗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真凶，而且这块金属牌还带有自毁装置。有自毁装置就一定有隐藏信号源，给我3分钟，我反向追踪他。难怪陈默根本不是在治沙，他故意偷排剧毒废液，喂养变异植物，维持生态恶化，就是为了让他的墨风农业能源源不断的接治沙订单赚钱。一边投毒一边拿钱治沙，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渣。从现在开始，这送外卖的活不仅是为了净化生态，我更要向这帮黑心资本讨还血账。3号驿站，陈默这个废物，居然让人顺藤摸瓜查到我这里，查到又怎么样？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快了，马上锁定物理坐标。不好，网络被绿洲治理部总闸物理锁死了。绿洲治理部？难道治理部有内鬼和陈默里应外合？交出金属牌，留你们全尸。有本事自己来拿。开枪！让我给你们来一场黑雨消消暑。我的命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想锁死网络，有姑奶奶我在你想得美。网络恢复了，反向追踪成功。金属牌的最终信号源指向沙漠深处的一座废弃化工厂，那里应该就是陈默偷排废水的核心枢纽。现在就去端了他！等等，内鬼既然敢断网灭口，我们如果就这么去，死了就是白死。我刚才用站长最高权限强行接下了一份极微订单，将方风固沙特种种子送往废弃化工厂。把这个带上。这是什么？特制数据破译盘。化工厂既然是排污核心枢纽，肯定有独立主机记录每天的排污账本数据。这沙暴来得太诡异了，会主动冥想的高塔。陈默，就算你把排污老饕藏在这黑沙暴里，今天我也一定要拿到账本，让你的罪证彻底曝光。有不明目标进入交叉拦截线，开火！想用热感性抓我，那我就给你们多变几个热源出来。怎么突然这么多人？继续攻击，别让他们冲过来！个！去死吧！哈哈哈！在这台高压抛沙风制面前，就算是装甲车也得被削掉一层皮。什么？又是那种发光的虚影？在上面！你这风扇风力不错，可惜吹不到我。
不堪一击。干！这锋利简直离谱到家了！这玩意儿活的！见鬼，它竟然形成了一个黑洞，要把附近的一切都吸进去搅碎！可恶，他的目标是我！想吞我，没那么容易！植物的气孔闭合，全靠保卫细胞的膨压控制。只要抽干它的水分，这风洞就得给我闭嘴！我靠！这什么玩意儿？第二道回山，这又是什么鬼东西？还没完！这里是。找到了，陈默果然把偷拍飞叶的老巢藏在这里。墨风农业不仅在排污，他们居然还在利用废裂进行变异植物的活体实验。找到了，这应该就是记录排污账本数据的主机。陈默，你的老底我今天全给你兜走。连接成功，我已经开始远程下载，只要拿到这份核心账本，这帮黑心资本就彻底完蛋了。3号驿站，排污核心主机被入侵了。哼，陈默这个废物。不过，账本一旦曝光，墨风农业倒台，我拿什么去支撑时空之门的计划？在拿到那股力量之前，绝不能让这帮蝼蚁坏了我的大计。立刻启动焦土计划，切断3号驿的所有电力和外部通道，立刻强行爆破驿站，切断物理连接，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清空所有数据。快点儿，再快点儿！林田，加快速度！有人反定位到我的入侵坐标，要强拆驿站。没想到强拆指令竟然能直接跳过系统，绿源治理部的这个内鬼绝对不简单。想物理断网，先问过我再说。这群混蛋居然开始用切割机了，
老虎不发威，真拿我当小猫咪。林田，这个阴魂不散的小子，他怎么可能穿过黑沙豹找到地下主机？化工厂的安包全是废物吗？立刻启动地下排污池的终极防御系统！就算把主机一起毁了，也绝不能让账本数据传出去半个字！快点，再快点！这是沉默用来守住核心机密的最后一道防线，没想到他竟认出这种怪物来，想毁数据，你踏过我的尸体！林田，防爆门被揭开了！难道就功亏一篑了吗？没时间跟你耗下去了。沉默，你的虚无老药，我今天就替天行道给你掀了。数据已经到手，老娘不和你们玩了。宋国3号驿站。江月！江月，你给我撑住，数据我拿到了，你可千万别死。完了，化工厂被毁了，数据也被那小子拿走了。陈总，你太让我失望了，连个棋手都解决不掉，账本还被抢了。为了远州的安全，我只能把你推出去。姓秦的，你不能这么干！你逼急了我，我就是咬也要把你咬出来。咬我？账本上可没有我的名字，你最好管好你的嘴。你远在海外的妻女，我会好好帮你照顾的。想让我当弃子，没那么容易。你别忘了，我还有棋，这步棋可是你大计里最关键的底牌。只要它还在我手上，你就休想脱死了。走！为了这本破账，搭上了一条命，陈总，还有你背后的人，我绝对不放过你们！你没死？我是谁？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炸的只是前厅的主控系统，我早从地下安全通道撤了。还有这份棋手守则，我也顺上了，没准后面对我们有用。发什么呆？这破地方已经暴露了，上车。我们手里的证据足以揪出墨风农业和那个藏在治理部的那个人，不管他是谁，我都要他付出代价。既然他们不想让我们活，那咱们就把这沙城的天彻底掀翻。
我们手里的证据足以揪出墨风农业和那个藏在治理部的内鬼。不管他是谁，我都要他付出代价。既然他们不想让我们活，那咱们就把这沙城的天彻底掀翻。绿洲治理部已经全网发布了针对我们的悬赏令，现在整座沙城，我们没有退路了。哼，他们是怕这硬盘里的账本曝光。今夜在发热，守则在亮，这是下一个重度污染区的指引。我从残存的派单系统里翻出了一张被人为强行压下的救济微订单。收件地正是声波裂谷，货物是几箱被伪装成古遗址修复材料的纤维素酶试剂。订单备注里写了，这批试剂本来是裂谷修复队申请进去处理变异喇叭花蔓延的，但却治理部内部一个极高权限的高层直接卡死了。既不准试剂送达，也不准外人知道裂谷的异变。这个内鬼根本不想解决污染，他是在故意掩盖裂谷深处见不得光的东西。这破译盘里的证据牵扯太深，咱们现在是被通缉的死靶子，根本找不到安全的能往前上传。既然他们想捂盖子，那咱们就顺着今夜的指引，把他们拼命掩饰的这些变异毒瘤一个一个全拔了，我看他们能捂到什么时候。小心！是定向爆破，快走！紧急播报：市中心大楼玻璃幕墙大面积崩碎，请市民立即撤离。就是订单里写的那个变异喇叭花。他的声波已经开始跨区外溢了，再拖下去，全城人的耳膜都会被震碎。按照订单定位，那批被卡底的纤维素酶试剂就藏在裂谷外围的废弃工程补给柜里，我们去拿。这裂谷地形太复杂，越野车目标太大，进不去。我骑摩托先去探路。我开雷达在后面给你提供声波频段掩护，一旦次声波超载，形势不对的话，立刻撤。好恐怖的穿透力，这绝不是普通的声波。好恐怖的穿透力，这绝不是普通的声波。若裂谷深处传来第二道回声，必须立刻捂耳，绝不能回头找声源。好险！刚才要是回头找声源，这会儿我已经变成一滩肉泥了。林田，
我把就地形图和雷达数据接进你的头盔了。注意看导航，裂谷内部有一座废弃的测阵塔，所有异常的毁灭性波形全都是从那一带被放大传出来的。此声波居然还有活物的气息，这怪物在拿声音当诱饵，想把我往死胡同里引。别被声音骗了，那是喇叭花利用峡谷的特殊地形制造的声波反射诱饵。我看过雷达交叉验证的数据了，真正的母体藏在测阵塔下方更深处的共振腔里。收到，你在上面盯好，我去端了那怪物喇叭口。这帮混蛋是想借刀杀人，把我活活困死在变异哑巴花的声场里。那些花苞在向着光转动。江月，快关掉车灯，这些变异植物对持续光源有趋光锁定性。收到。江月，图纸显示，测阵塔下面是个天然的回声井。收到。确认了，信号源就在井底。喇叭花母土就扎根在里面，它把声波全灌进这个天然大音箱里，放大无数倍之后，再轰向城区。成了。林田，你撑住！它的声波有逆向共振点，用同等功率的反向声波就能废了它。骑上摩托，冲进它正前方5米内，把油门拧死，用引擎爆缸的轰鸣声硬顶回去。这就是回声井。 5米内，把油门拧死，用引擎爆缸的轰鸣声硬顶回去。这就是回声井。该死，安保队在干扰我的雷达信号。林田，听好，它的音波频率我算出来了，反向频度145赫兹，相位差半秒。等它花冠完全张开的瞬间，直接把油门拧到底，用爆缸的声音硬顶回去。好。 想把全城人的耳朵震聋，今天我先废了你的嗓子！就是现在！给我闭嘴！这守则又更新了。谷仓，或许
啊，这守则又更新了。古城，火星。绿洲治理部已经全网铺开了对我们的最高级别抓捕，现在所有的古干道全被封死了，所以咱们只能走这条没人走过的商旅古道了。没那么简单。你看天上，若古城上空落下第一颗火星，就不要让自己的影子留在城门外。这守则根本不是比喻，这守则是在提醒我们，一旦第一颗火星落地，任何留在城门外的影子都会变成怪物的活靶子。抓稳了，跳车进城门。这鬼东西居然能通过攻击影子直接伤害到实体，看来光和影就是这片古城里怪物的狩猎规则。林田，你看这里，这种灼痕轨迹和刚才外面的五角火焰一模一样，说明多年前这里就经历过一次类似的火雨屠城。我想，我找到那场火雨的源头了。林田，你看这里，这种灼痕轨迹和刚才外面的五角火焰一模一样，说明多年前这里就经历过一次类似的火雨屠城。我想，我找到那场火雨的源头了。这鬼树根本不是长在塔顶，它的树枝已经把整座古城全包了。我去上面帮你找安全的落脚点。好，你小心点。林田，我开反涮灯制造闪烁的阴影带来掩护你。落碎！小星星，我陪你玩个捉迷藏。林田，他每次集中攻击后，枝条上的光芒会暗淡3秒。他在追逐移动光源，这是典型的植物光周期反应。想收服他，硬扛火雨是找死。我得从生物钟上废了他。咱先汇合。这里有早年考古队留下的物资。这组合夯爆了！植物对红光最敏感，只要咱们先用高强度红光打破它的光照周期，再用遮光布照死它，它就会瞬间进入休眠假死状态。它休眠以后就好解决了。它休眠以后，你负责照布。好，那我负责打光，你负责照布。怎么回事？塔里面有机关！好，那我负责打光，你负责照布。怎么回事？塔里面有机关！想拦我，没门儿！林田，我把光打偏，你趁机上。原来就是你放的火！今天我必须打乱你的生物钟，让你消停消停。收到，掩护就位。江玉，打灯！来了。生物钟乱了吧？这就送你上路。成了。带火的飞镖，好东西。这味道不对劲。
天，你快来看！这是老沙当年用来认路的刻痕。林田，你快来看！这是老沙当年用来认路的刻痕。如果这是老沙的刻节，那这下面难道是鬼面果？走，去看看。这就是 S 级变异植物鬼面果。我查到了，账本记录显示，沉默的墨风农业曾经把这里出产的鬼面果当成高价违禁品偷偷往外卖，而老沙接过这里的单，这就解释得通了。老沙当年肯定是在运送这批违禁货的时候，不小心被感染中招的。沉默这个人渣，不仅排污，还拿变异植物害人。今天我就把你的根彻底断了。救我！苗苗，林田，稳住！他们在故意扰乱你的情绪。你这招跟食人花学的吧？想乱我心神，我今天就给你做个催熟手术。江月，这母树外层的黑挂药阴壳太厚了，药液根本打不进去。我想用乙酰把它彻底催熟，让整株母树一起落果死亡，但是得先在外壳上炸开一个能把药送进去的口子。明白，我来破开它的外壳。我想用乙酰把它彻底催熟，让整株母树一起落果死亡，但是得先在外壳上炸开一个能把药送进去的口子。明白，我来破开它的外壳。空气里的致幻毒素浓度正在飙升，他想用毒气和幻觉把我们活活耗死在这里。想把我们困在这里，门都没有。好机会，我用风机把毒气往回吹，你快去把催熟剂打进去。交给我！杀的仇，杀成人的命，今天连本带利一起算，给我数透吧你！就是现在！给我下来！不可能！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人脸伪装加玛瑙硬化，下次见面，我给你个惊喜。好了，真的好了。沉默这帮人的黑市交易链，这些都是铁证。林天，守则又开始预言了。带刺的圆球。林天，你看那是什么？沉默这帮人的黑市交易链，这些都是铁证。林天，守则又开始预言了。带刺的圆球。林天，看那是什么？这壁画大的离谱，
古墓青铜门里的神树一模一样。江月，你看，我一路收服的地蟒藤、致幻蘑菇、沙尘葫芦、喇叭花、星星树，还有这鬼面果，他们暴走的位置，加上沉默这本排污账本上的坐标，根本不是随机排废，他们是在沿着这壁画上的西夏水脉节点，像钉钉子一样，一处接一处的持续腐蚀整片区域的生态网。没错，而且你看这里，林田，我们一直以为沉默他们只是为了接治沙订单赚钱而制造工业污染，但其实根本不是。变异植物不是单独失控，而是被人为的推向暴走。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壁画上好像有答案。你看壁画上的黑色污流，沉默和绿洲治理部的内鬼根本不是在单纯排废，他们是用这些剧毒的工业污染，像慢性毒药一样，去强行腐蚀这片土地原本极其稳定的生态结界。当结界彻底失稳破裂后，那扇悬浮的时空之门就会彻底打开，里面的恐怖力量外泄，才会对整个沙城的生态造成反噬。原来这一切灾难的源头都是为了打开时空之门，那门里究竟有什么，让他们这么疯狂？原来这一切灾难的源头都是为了打开时空之门，那门里究竟有什么，让他们这么疯狂？既然他们的目的是用变异植物腐蚀结界节点，那顺着壁画上的这几个大红点找，肯定能找到下一个被他们催熟的怪物。找到了，下一个核心污染节点在魔鬼城深处的古边关瓮城遗址。而且我从废弃的派单记录里又翻出了一张被高层压下的极微订单，明面上写的是遗址加固订单，实际上是要往瓮城封锁区送几箱高渗透植物催化剂。又是老套路，假借订单的名义送催化剂，去催熟下一个结界节点上的变异植物。走，赶在他们把结界彻底腐蚀穿之前，咱们去把那株乌远源解决了。怎么回事？这不是金属炮弹，不是炮弹是什么？这是植物，含水量极高的高压多肉植物组织。正午时分，只要看见带刺圆球从瓮城中央滚过来，立刻跑。守则上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是瓮城里那个怪物结出来的变异果体。他在拿沙城当靶场练投石。林田，我用车载系统黑见了他们的哨卡。负责监测的探针已经升空，我会在制高点帮你盯死那些刺球的落点轨迹和发射间隔，你自己小心。好，我去会会这怪物。这哪是仙人球啊，这简直就是一台活着的巨型投石器。好家伙，这么大的体型，硬刚绝对被砸成肉泥，得想办法切断它的那些投射根须。得想办法切断它的那些投射根须。
还想搞偷袭？给我裂开！难怪沙城供水会告急，这鬼东西每次发射前都在疯狂抽取地下水脉里的水，来给那些多肉刺球功能。林田，2点钟方向，第2发，发射间隔缩短到了15秒。收到。全给我碎！江月，这东西不是乱轰的，它表面那些巨大的气孔和黑刺，每次发射前都在按同一个节奏疯狂张合，它是在蓄力。今天我就把你这破投石机给拆了！林田，他发现你了，快撤！受不了，字硬的像钢筋。受不了，字硬的像钢筋。这怪物这些年就是靠着这套改装过的管线，把沙城外围的水网全抽干了来养活自己，怪不得沙城的水源越来越少。我懂了，这鬼东西极其能存水，想让它彻底垮掉，就得在它蓄力的时候逼它自己把体内的水分全吐出来。还想偷袭我？林田，我刚截获了城内临近频道通报，如果那枚最大的主次弹砸进城区主水库，沙城就完了。林田，我刚截获了城内临近频道通报，如果那枚最大的主次弹砸进城区主水库，沙城就完了。轨迹偏离主城区，沙城水库保住了。林田，接下来看你的了。你给我把水吐出来！起效了，2针催欢剂叠加，他的保水节律彻底乱了。他现在开始强行排水了。送你最后一程。林田，警报解除了，城内新闻刚刚播报，刺球雨停了，水库保住了。这带刺的炸弹威力真是夯爆了。难道污染源还没清干净？这缝隙里有什么？啊！这彩色粉尘的腐蚀性太恐怖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彩色粉尘的腐蚀性太恐怖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去，这就是传说中的活色。看来情报没错。这粉末的腐蚀性太强了，我的设备全短路了。不仅是腐蚀设备，这粉末还能在空气里形成折光层。你看，原本笔直的路，裂缝边缘
全被这折光给扭曲了。这根本就是一座会吞掉人方向感的彩色迷宫。这是哪儿？出不去了。这折光迷宫是杀人的陷阱，我放时针去给你探路。不行，探针进不去。林田，我只能在缝隙入口这块用残存的网络给你保住最基本的通讯信号。放心，这点障眼法还困不住我。这些毒苔不是乱长的，它们是一圈一圈围着前面那座建在裂缝内部的旧工业封锁座铺开的。这说明里面一直有人在喂养它们，把它们当成了天然的防御结界。这片毒苔是我们最后的屏障，绝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裂缝半步。沉默，你居然藏在这里！将切断毒苔污染，还能抓到他的罪证，硬闯肯定会被折光拖死，只能借这招混进去了。林田，我刚用设备接管了外面一个被砸晕的安保的通行权限，给你伪造了一套临时身份信息。收到，接下来看我的表演。下一个。站住！别动！下一个。站住！别动！别动！面罩摘下来接受检查。没看见外层毒苔污染都超标爆表了吗？红马师让我赶紧把这高危品送进内侧缓冲隔离区。你们再不开闸，这桶里的高浓度腐蚀粉漏出来，信不信先把你们这破岗亭的线路和滤芯全给熔了？林田，我把伪造的紧急处理指令塞进他们终端了。快，赶紧把这要命的玩意儿拿进去，别连累我们！江月，陈默根本不是在防守，他是在主动喂养这些毒苔。江月，接管信号。收到。接通了，我正在下载沉默的排5投放记录和防化清障车调度权限。江月，你看这个，神秘签字，核心区秘密通道。喂，那个搬运工，你在干什么？是你？他就是3号驿站那个外卖副手林田，他混进来了。林田，你还真敢来送死！给我关门打狗，就地处理！干，还是被认出来了。你跑不掉的，林田，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来吧，让我看看你这玩意儿有多厉害！你跑不掉的，林田，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来吧，让我看看你这玩意儿有多厉害！既然被认出来了，那就不装了。
想困死我，没那么容易。这变光能骗眼睛，但骗不了脚下的触感，更骗不了声音。这边回声发闷，地面积分很厚，是死路；那边回声清脆，是真路。终于找到你了。糟了！林田，你逃不掉了。养了这么久的毒台，今天终于能派上用场了。我就用这车高压盐酸，连你这个绊脚石一起融了，给裂缝当肥料。养了这么久的毒台，今天终于能派上用场了。我就用这车高压盐酸，连你这个绊脚石一起融了，给裂缝当肥料。干！给我起！你是什么怪物？命真够硬的，我看你能躲几下。跑啊！我看你往哪儿跑！跑？我根本就没打算跑。该死！切了你的管子！再送你个大的！先给我老实待着，解决完毒台再来和你算账。只要把这灯打开，压制住母层的呼吸极律，就能彻底切断它的污染源。糟了，强光灯的内部线路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高浓度的腐蚀性毒粉坏掉了。林田，外围城市方向接连传来坏消息，几个供水站和信号站再度掉线。这片毒台核心正在临死前把污染往外继续疯狂扩散，沙城就要撑不住了。几个供水站和信号站再度掉线，这片毒台核心正在临死前把污染往外继续疯狂扩散，沙城就要撑不住了。既然灯坏了，那我就给你现场造一个。毒台的粉末太轻，我得先用河水把它压下来，给我压下去。光照节奏乱了，我看你还怎么喘气。毒台被打散了，现在只要彻底断了它的氧气，它就死透了。最后一步，物理超负。林田，几效了，沙城的供水线和信号站重新上线了，外围那些被腐蚀的设施也稳住了。这下我也能放毒物了。想跑？把你手里的通讯芯片给我，你背后究竟是谁？林田，外部链线彻底打通了，沉默的排污总账、联络记录，还有他故意喂养变异植物的所有铁证，我已经全部同步发往外部调查组和媒体端口了。他彻底完蛋了。林田，我刚才把你那边的脉冲信号做了个音频分析，这波形太诡异了，这根本不是地质运动的声音，这波形和让我监控的苗苗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心跳波形一模一样。好，做了个音频分析，这波形太诡异了，这根本不是地质运动的声音，这波形和让我监控的苗苗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心跳波形一模一样。难道苗苗始终不醒，和这裂缝有关系？毁灭吧！我是不会让你知道我上面是谁的！你敢！你以为你能翻盘？你这些年伪装成治沙英雄，背地里却持续投毒排污，喂养变异植物，掩盖裂缝异常的全部铁证，我已经同步上传到了全网的媒体端位。
你们以为抓了我就有用吗？你们这帮底层的虫子懂什么？你们根本不知道这背后藏着什么力量！废话真多！别杀我！我说，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老板，我就是个打下手的。我只负责用污染把这片毒台喂大，封死外围。真正借这些污染布局，想把时空之门一点点撬开的，从来都不是我。那个人是谁？你们抓不到他的。为了替他收尾争取时间，我刚才故意把所有的守卫力量都压在了这层毒台迷宫里。那个拿我当弃子的，早就在我拦住你们的时候，带着他自己的人，通过单独通道进到裂缝最深处了。他要去那里，利用裂缝的能量，强行把时空之门多变的坐标拉出来。通道在哪儿？时空之门在哪里？时空之门的坐标根本就不固定，你们找不到的。查到了，有一串权限口令，正在疯狂删掉总调度系统的核心痕迹。林田，所有被刻意抹去的线索，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人，是秦淮安，运州治理部的最高决策者秦淮安。你听见了吧？下面的声音，连我都没资格进入裂缝最深处。那个真正的禁区，只向秦淮安和他最核心的疯子追随者开放。秦淮安，你要敢动我妹，敢动沙城，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你们看，他在迎接我们。你们看，他在迎接我们。秦淮安，我今天就算把这裂缝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你揪出来。今天出事了！怎么回事？沙城出大事了！城内突然出现大面积不明絮状物，主城区道路、医院通风系统和应急水站全部报警。通风系统被白絮堵死了，应急水站的过滤网也全爆了，快上制氧机！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污染物，这纤维结构是某种被人放出来的巨型变异植物。他正在高空不停地往全城洒血。林田，我已经把沉默的位置、证据芯片和上传权限全部同步给外部调查组了，接应队马上就到。我把沙城现在的风向图、急救路线和最危险的重灾区全部调进越野车的车载屏幕了。好。秦淮安，你可真会挑时候。如果真让这蒲公英的白玉彻底压死城区，苗苗的重症室会断氧，这座城里无数个像老沙那样的家庭也会跟着陪葬。江月，我们先回沙城。秦淮安想毁了这座城，毁了这个世界，我偏不让他如愿。源头就在前面。我的天，那是一株变异的巨型蒲公英。我的天，那是一株变异的巨型蒲公英。林田，发
发动机进气口和外置滤网快被白絮堵死了，车子要别熄火了，前面全乱了。救护车队和撤离的市民被白絮墙堵在路口了。我来开路。以毒攻毒，我先用毒物打乱你的诡计，给我散，给我破！这小伙子是谁？太猛了！大家快顺着他打出来的路走。不对劲，这白絮怎么越打越多？这怪物根本不是只会往外撒絮。江月，他在借着城北气象塔和周围高楼之间形成的强气流，把整片城区当成了一台巨大的冲锋机。他在不停地把已经落地的飞絮重新卷回销空，难怪市里的过滤网越救越乱。明白，我马上联系切断周围几处废弃大楼的通风管道，破坏它的气流场。我再联系残存的消防车，在前方先给你铺开一层水幕压一压。擒贼先擒王，在下面怎么打都是白费力气，我得直接冲上去，把这棵大蒲公英的根给撅了。完了，他在憋大招，下一波应该就是足以将整座沙城彻底掩埋的超级絮潮。完了，他在憋大招，下一波应该就是足以将整座沙城彻底掩埋的超级絮潮。想憋大招？我先给你放放气。原来是这样。江月，这怪物能飞，是因为它下面那些根系在当冲锋机。它把地面的水汽抽上去，在上面那个大圆盘里混合，才造出了这么多白毛飞絮。那怎么办？它还在往外吐。它吐出来的是屎干絮，只要让这些白絮吸饱水变重了，它们自然就掉下来了。立刻把城北所有废弃水塔消防水管连起来，再加上工业园里那批能让水珠凝结的化学药剂，给我对着天上喷，拼一场人工暴雨。明白，我开始把水管并在一起。但水压不够，这招只能用一次。一次就够了。我上去把药剂打进他的风眼中心，给我开门，喝个饱吧！江月，开打！全城水幕开启。完了，我会飞了，这能力好用。简直是自带降落伞，总算搞定了。中影，降落伞，总算搞定了。中影，真正的终局开始了，该去送最后一单，找秦淮安算总账了。江月，把城区的收尾工作移交给救援队，开车来接我，我们去沙漠尽头。林田，这雷达完全失灵了，周围的磁场乱得一塌糊涂。这些海市蜃楼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不是海市蜃楼，是时空裂缝的波动，把那些早就被掩埋在荒漠里的古代旧景，一点点重新翻到了现实世界。我明白了，真正的时空之门
根本没有固定坐标。这道巨大中影的落点在哪儿，门就在哪儿。只要跟着我手里这片金叶的指引，就能找到门降临的准确位置。跟紧中影的指针，冲！就是那里，冲过去！秦淮安这老狐狸，他这是要拖死我们，给自己争取打开时空之门的时间。我今天没空跟他们耗。开火，把他打下来！江月，他们的重火力已经被我废了，剩下的交给你，卡住后面。交给我，这帮喽啰谁也别想过去。这朵花就是时空之门的锁心。来不及了，看来只能直接用高压电流刺激它的根。只要把花催熟，这扇门就会被强行撑开。来不及了，看来只能直接用高压电流刺激它的根。只要把花催熟，这扇门就会被强行撑开。你大爷的！我今天就是踩着刀山要扒了你的皮！林田，我不进去拖你后腿，外面的退路我替你死守。我正在远程黑掉他们的备用功能节点，你放手去干。收到，等我好消息。小伙子，你以为你是在拯救世界吗？愚蠢至极！这些年，我故意纵容沉默排污，养出那些变异植物，不过是为了像慢性毒药一样，一点点腐蚀掉这层该死的旧结界。只有旧的规则彻底崩塌，我才有资格成为这扇门后新秩序的唯一掌控者。我查过你，林田，你不是很心疼你那个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妹妹吗？可是因为他长时间接触变异毒素，他的一部分意识早就在时空错乱中被吸进了这扇门后，现在就在这下面痛苦的挣扎呢。你不进门里，根本就找不回他的全部意识，你所做的这一切都白搭。你胡说！给我碎！你的死期到了！怎么回事？这花是虚的。既然时间还没到，电击催不熟，那我就用我自己的生命力当肥料，强行把你喂出来！那我就用我自己的生命力当肥料，强行把你喂出来！别碰他！该死！他把这鬼东西彻底激活了！林田，出事了！除了这里，整个沙城的时间都被暂停了。这朵花在干扰现实的时间线。想进去，门都没有，
外面这帮疯子我来顶住，你赶紧把外卖送进去。这话是虚的，物理攻击根本没用，它就是整座结界最后露出来的核心。外面这层花影只是门，真正要送达的位置还藏在花影更深处。就是现在！最后一单，怎么回事？偏偏在这个时候，两样核心设备全报废了。没装备又怎么样？这单外卖，我就是用命送，也一定给你送进去。苗苗，哥答应过你，还要带你去毕业旅行的，我绝不食言。没装备又怎么样？这单外卖，我就是用命送，也一定给你送进去。苗苗，哥答应过你，还要带你去毕业旅行的，我绝不食言。想压碎我，没那么容易。毒物可以干扰烈光的锁定。给我滚开！苗苗，都是假的，他在拿我最熟悉的画面逼我回头。我送外卖，从来没有退单的规矩。难怪我之前的攻击会直接穿过去，他根本还没真正变成能碰到的实体，他还在异常修炼。要想让整座结界重新修复，就得先用低温刺激把它强行唤醒，再用特定光线重新校正它对昼夜的判断。赌对了，这玩意儿还能用。系统坏了，那我就用黑华脑的共振，给你们强行搭一条线。给我醒过来！给我醒过来！稳住！起效了，光线校正，开！最后一单必须送到手里。进单，送达！我的新世界，我的力量，林天，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回城取剑成功，现在去完成这最后一单。系统全面告急，苗苗的生命体征正在刚才的时空波动中急速下滑，他快撑不住了。回城取剑成功，现在去完成这最后一单。
剩下的路我来跑。苗苗，等我！快一点，再快一点！ 3号床血氧掉了，快换备用电源！苗苗，哥回来了，哥把药给你带回来了。签收啊！快签收啊！为什么不签收？这到底怎么回事？签收啊！快签收啊！为什么不签收？这到底怎么回事？血氧还在掉，呼吸道有排异反应。医生，我带了能治他变异毒素的特效药。这药光靠接触皮肤没法被完全吸收，必须得顺着呼吸进去。请您给他做雾化吸入试一试。好，死马当活马医。护士，上雾化器。简直是奇迹，瘙痒上来了，心率稳住了。最后一单，外卖已送达。鸽子，鸽子，别紧张，他身体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了，只是他陷入深度昏迷的时间太长，神经系统受损，意识什么时候能彻底恢复，目前医学上还很难说。只要命保住了，其他的哥来想办法。我们终于成功了，原本的沙城快回来了。江月，谢了。这次如果没有你，我连第一道岗哨都过不去。你可是我招进来的骑手，我总不能看着你被退单吧？苗苗怎么样了？命保住了。那扇时空之门并没有被彻底关死，沉默的排污只是让结界失控。现在结界被修复，门重新稳住了。秦淮安说过，苗苗被变异毒素感染太久，她的一部分意识早被卷进了时空门后。刚才金爷给了我提示，门后更深处有能帮他重塑意识的远古圣物。这逆时化粉只能修复他身体的损伤，要想让他彻底醒过来，我必须进门去，把他的意识和圣物找回来。而且，时空裂缝里的污染源一天不彻底揪除，沙城就永远不得安宁。我是沙城的旗手，这活儿我得干到底。看来你的外卖生涯还远远没有结束啊。下一单，出发！